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几天前呢，我发布了一期视频，比特币的下跌是结构性的卖压。视频里边呢说了一句话：真正的卖压不是情绪，而是结构，不是有人想卖，而是系统逼着他们卖。当时呢有很多人半信半疑，结果过去的几天里边，尤其是11月21号，我们看到每一根 K 线几乎都在复刻那期视频里边的机制。比特币从10万跌到了8.6万。ETF 单日的流出9.03亿美元，全网杠杆蒸发35%， Strategy Bitman 同时跌进了紧缩区。但更重要的是11月21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儿，一件让这些机构性的卖压提前引爆的触发器，美股的暴跌。所以这期是 2.0 版本，不是复述之前的内容，而是结构性的卖压从理论到机制再到预测，现在进入现实版的大爆发。今天呢，我们主要聊3件事。第一，每一个结构性的卖压是如何被接连触发的；第二，美股的暴跌是如何把跌幅放大到了3到5倍；最后呢，我们现在到底是否该抄底？如果你要抄底，要看哪3个信号。先说一个事实，11月21号的那天，比特币 ETF 出现了历史上第2大单日的流出，黑石 IBIT 流出了3.55亿，富达 FBTC 流出了1.9亿，灰度 GBTC 流出了近2亿， ARK Bitwise 持续的净流出，全天总的流出9亿美元。你注意到没有？这一切发生的就像同时按了下一个启动的按钮。上期的视频里边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做 rebalance 再平衡，但评论区里边有一位观众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反驳，他说如果是再平衡逻辑上不对，因为比特币今年跑输了 SPX、QQQ、黄金，按照资产配置的教科书的逻辑，再平衡应该是买入比特币而不是卖出。我必须承认他说的这句话完全正确，传统意义上的年末再平衡确实不是这次卖压的核心原因。我上次所说的 rebalance 并不是教科书里边的那个买弱卖强的再平衡，而是一种更结构化的再平衡。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风险的敞口下调，加上 ETF 被动赎回，再加上去杠杆，3者叠加形成了结构性的卖压。我们拆开来看一看。第一层，风险敞口的下调。摩根士丹利11月初的调研报告指出，机构从10月10号就开始抛售比特币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机构上调了比特币的风险评级。简单来说，就是之前觉得比特币的风险等级是中等，配了个2%到5%，现在呢觉得风险的等级上升了，要降到1%到2%，这个是主动的降配。第二层， ETF 被动赎回。当机构决定降配比特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操作呢？赎回 ETF， 黑石、富达、灰度收到赎回的指令，他们必须卖出对应的比特币，这个是被动的程序化的卖出，不是散户在恐慌性的抛售，是机构的风控模型在执行指令。第3层是去杠杆。当比特币的价格开始下跌，杠杆市场就会触发清算，主动平仓加上被动强平叠加在一块儿。虽然这一部分不包含在 ETF 的这9亿里边，但它同时发生，并且会放大波动。ETF 卖一次，杠杆市场能够把价格放大3倍。所以总结一下，9亿美元的流出是 ETF 的被动赎回，但 ETF 的赎回本身是风险敞口下调的结果，而 ETF 的卖出又会触发杠杆市场的去杠杆。这是3个并行的链路，在同一天启动，互相放大。为什么11月21号的当天，黑石在卖，富达在卖，灰度在卖， ARK 也在卖？因为他们背后的机构客户在同一时间之内收到了风控模型的同一个指令，降低高波动资产的权重，比特币优先减持。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年末再平衡，而是风险评级变化触发降配， ETF 赎回形成卖压。这个是11月21号9亿美元 ETF 流出的真相。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非常关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11月21号的这波下跌并不是从加密市场开始的，而从美股开始的。我们把时间线拉开，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11月20号美东时间的交易时段，纳指暴跌，特斯拉跌，英伟达也跌，整条高波动科技股的板块全面回调。当天下午4点美股收盘的时候，
纳指完成了单日的大幅下挫。到了晚上次日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0月21号的凌晨，机构的风控模型开始了自动的运行。早上开始，比特币出现了明显的破位下跌。到了下午的2点呢 ，ETF 流出的数据正式公布，9亿美元。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到底是 ETF 先卖带动比特币的下跌，还是比特币先跌导致 ETF 被赎回？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很难100%的追踪清楚，因为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多线并行的。有的机构在卖比特币的现货，有的在提交 ETF 赎回的申请，有的在平调合约的仓位，而且 ETF 的数据披露本身就有几个小时的延迟。下午2点公布的那9亿的流出里面，既可能包含前一晚提交的赎回，也可能包含当天早上的交易流出。但有一个结论是非常确定的，整个链条的起点是美股的暴跌，因为它触发了机构的跨资产风控模型。从这一步开始，一条完整的传导链条就启动了。美股暴跌，机构风控模型识别到了跨资产的风险上升，模型下达指令，降低高波动资产的权重， ETF 赎回，现货抛售，合约平仓，多路同步发生。价格下跌又触发更多的卖出，形成负反馈循环。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 A 导致 B， 更准确的说是 A 和 B 互相放大，形成一个向下的加速螺旋。但这里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美股它并不是比特币下跌的源头，它只是一个触发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特币的内部本来就存在结构性的卖压。第一， ETF 的风控模型随时可能触发卖出。第二， Strategy 和贝特曼的生命线早就逼近了。第三，杠杆市场的清算链条已经绷得非常紧。这些风险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它们迟早会被触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但美股的暴跌让这些机制提前引爆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放大效应。美股跌3%，比特币跌了15%，跌幅被放大了5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美股是放大器而不是源头。我想用一个比喻把这个现象讲得更清楚更直观一点。整个加密市场11月的状况呢，注意我说的是11月的状况，而不是加密的本身。11月的状况就像一座老旧有裂缝的楼，裂缝在哪里呢？ ETF 的风控线、杠杆清算线、Strategy 和贝特曼的生命线，这些裂缝一直都在，楼呢迟早会出问题，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美股的暴跌就像一场突然爆发的地震，地震本身没有制造出这些裂缝，但地震来了，裂缝会加速的扩大，楼呢就会坍塌。如果楼本身没有裂缝，地震震一下，楼晃一晃不会倒；但如果楼本身它就有裂缝，地震一来，裂缝会被剧烈的放大，楼会直接坍塌。所以一句话总结，内因是结构性卖压，外因是美股的暴跌。美股是放大器，它不是源头。如果比特币内部没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美股跌3%绝对不会让比特币跌15%的。这是上一期所没有讲到的，也是这几天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次暴跌里边最具有加速器效应的部分——合约去杠杆。这一部分呢会稍微有点技术性，但我会尽量的讲的简单一点。先说一个数据，过去的3天，全网期货未平仓量，我们一般呢称它为 OI（Open Interest）， 从680亿美元一路跌到了410亿美元，也就是说3天之内蒸发了270亿美元，跌幅高达35%到40%，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那什么是 OI 呢？简单来说 ，OI 就代表现在的市场里边还有多少人正在使用杠杆，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也就是说，市场里边还有多少赌徒 ，OI 越高，说明用杠杆的人越多，也就是赌徒越多。OI 暴跌，说明杠杆被大规模的清除了。那过去的几天，杠杆到底是怎么被清算掉的呢？主要3种方式。第一种，主动的平仓，有人呢看到不对劲了，选择手动的平掉自己的杠杆仓位；有的人呢及时止损，有的人害怕爆仓，自己呢先跑了。第二种，被动的强平，价格跌到某个位置的时候触发了爆仓线，交易所会自动的帮你平仓，你可能睡一觉醒过来，发现仓位没有了，钱也不见了。第三种呢是保证金不足导致的强制清算，有些人虽然没有触发爆仓线，但保证金不够了，系统一样会把你的仓位强制关闭掉。这几天呢，这3种情况是同时放量大规模的发生。
单日的爆仓金额最高达到19.65亿美元，爆仓人数超过40万人。4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整个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全部人口。一天之内，这些人的杠杆仓位全部被清空。那为什么杠杆会让跌幅被放大呢？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比特币的价格是一排按顺序排好的多米诺骨牌，每一张牌代表一个价格的档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卖出，价格呢会往下跌一点儿，就只会推倒一张牌。但如果市场里边有非常多的人在使用10倍、20倍甚至更高的杠杆，那就相当于每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后面都绑着10张、20张额外的牌。所以当第一张牌被推倒的时候，它就会连锁带倒后面的10张、20张。也就是说，价格稍微跌一点，就会触发一批的爆仓，爆仓会导致更多的被动卖出，价格继续跌，又触发新的爆仓，于是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链式反应。价格跌一点，触发第一批爆仓，爆仓导致被动的卖出，价格继续跌，触发第二批的爆仓，再被动卖出，价格加速下跌，这就是一条清算的链条。而这个正是过去的几天比特币跌得如此迅猛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市场上突然冒出了一大堆想要卖的人，而是因为杠杆清算的机制把跌幅层层的放大了。从数据上我们也能看到，这波的爆仓多单的爆仓金额远远大于空单，很多人用了10倍、20倍甚至更高的杠杆去做多，当价格一跌，他们瞬间被爆掉，而这些爆掉的仓位会立刻被系统给卖出，进一步把价格给往下砸。所以合约的市场不是人和人在打架，而是杠杆和杠杆在互相引爆。当美股带动比特币下跌的时候，这个杠杆清算链条会被触发，每一次的下跌都会被放大到2到3倍。用一句话来总结，美股按下开关，加密杠杆按下放大器。美股跌3%，本来比特币可能只跌5%，但因为杠杆清算量，最后比特币跌了15%。这10%的差距就是杠杆放大出来的。当然呢，这里坦白来讲，我们无法精确计算杠杆到底放大了多少倍，因为每个人的杠杆的倍数不一样，爆仓的价格也不一样。但有一件事非常明确，杠杆确确实实的在放大跌幅。过去3天的数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OI 爆仓35%，40万人被清算，爆仓金额单日高达19.65亿。这个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这个是杠杆清算链条里边的全面爆发。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市场上有2台最重要的买入机器 ，Strategy 和 Bitmain， 它们同时停机了。之前呢我做过一些视频，叫做比特币跌到多少 Strategy 会爆仓，里面讲过一个框架，它们都有自己的3条生命线，在不同的价格区间，它们买入的能力完全不同。如果你没看过那期也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里边快速的复习一下核心的逻辑。Strategy 原 MicroStrategy， 股票代码 MSTR， 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而且粗暴，借钱买入比特币，比特币涨，股价涨，融资能力增强，再借钱买更多。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杠杆式的金库策略。在市场顺风的时候，它像是一台持续开动的巨大买盘的引擎。Bitmain股票代码 BMNR，它的模式呢和 Strategy 不完全一样，但逻辑类似。它通过发行各种结构化的产品 ETF、ETP 收集资金，然后去买以太坊，产品溢价高，投资人愿意申购，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再继续买入。这2个公司过去的几个月一直在买，他们就像市场上的2台注水机，每天都往市场里面注入几千万、上亿美元的买盘。换句话说，他们是市场上面非常重要的底部承接力量。但关键来了，从11月开始，这2台注水机同时熄火了。先看 MSTR， 当比特币跌到8万到9万这个区间的时候， Strategy 的融资窗口开始突然收紧了。为什么呢？因为市场风险厌恶上升，融资成本变高，投资人变得谨慎，他借钱变得更加困难了。第3个季度的财报显示，它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承压了。简单来说，就是它不能像之前那样轻松的借钱，疯狂的买入了。它从进攻区进入了收缩区，买盘需求明显的萎缩。再看 Bitmain 的关键指标不是融资的成本，而是溢价 Premium。Bitmain 的产品的溢价高，投资人会愿意申购，它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去买入以太坊。但最近呢
贝特曼的溢价从 1.4 一路跌到了 1.05， 直接逼近整个系统的失效点。当溢价跌到接近1，意味着投资人不愿意再申购，套利盘停止，资金流入枯竭。换成白话就是贝特曼的油箱空了，他买不动了。这里呢，我想强调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而且误解的点：结构性卖压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卖，真正的杀伤力是他们不再买了。想象一个游泳池，池子里的水位正在慢慢的下降。本来呢，2台注水机一直在往池子里面灌水，维持水位。突然有一天，这2台注水机同时停掉了，不是他们把水给抽走了，而他们不再往里边注水了。那池子里的水位会怎么样呢？自然不停的下降。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场 ，Strategy 停止了买入，贝特曼停止了买入，市场一下子失去了2台注水机。每天几千万到上亿美元的稳定买盘没有了，这种买盘的穴位形成的就是非常典型的结构性卖压，不是谁在卖，而是谁本来应该买但买不了了。很多人讨论是谁在砸盘，但真正让市场加速下跌的力量往往不是砸盘者，而是缺席的买家。这次就是这样，那他什么时候开始会重新再回来，重新再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比特币能不能重新回到更高的价格区间，市场的信心有没有恢复，溢价有没有反弹，风险的厌恶有没有下降。这些呢，我在上一集视频比特币跌到多少 Strategy 会爆仓里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里呢，我只想说一下结论，截止到现在，这2台机器依旧停止买盘，没有回来。这是这几天结构性卖压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但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前面呢，我们讲了4件事：ETF 大幅的流出，美股暴跌，杠杆链条爆炸，买盘的突然消失。但还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总开关，它不是直接的砸盘，但它决定了整个市场的底色——流动性。流动性呢，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很简单，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句话：市场上有多少的钱可以进来，钱多资产就涨，钱少资产就跌。过去几天发生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流动性的水龙头突然被拧紧了。为什么会突然被拧紧呢？因为美联储的利率的预期在这几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反转。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时间线。11月的中旬之前，市场压住12月美联储会降息，概率在 95%。10月16号到20号，多位美联储的官员突然密集的发言，而他们的口径非常一致。降息要谨慎，通胀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维持高利率。结果呢，市场对12月的降息的概率骤降到 44%。CME Fed Watch 的工具清楚地记录了这个变化，市场开始压住12月不再降息了，甚至可能把降息推迟到2026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市场上的钱不会像之前预期的那样变多，甚至可能还会保持紧绷的状态。这对所有资产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利空，尤其是对波动率最高的比特币而言。接下来呢，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整个链条的反应非常明显。第一呢，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行，10年期、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连续的上涨，短期国债2到5年的收益率涨得更猛。收益率上涨意味着市场在定价，钱会更贵，融资会更难。当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自然会收紧。第二，资金从风险资产撤离，美股的3大指数开始跳水，科技股、加密资产领跌，避险资产比如说黄金相对抗跌，这个说明钱在流出高风险的资产，流向低风险的资产。第三，比特币作为高波动的资产被优先的砍仓。对机构来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当流动性收紧的时候，我先砍波动最大的。而在所有的资产里边，波动率最高的就是比特币。这并不是比特币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它的标签太明显了，高波动、高风险，机构权重低。当流动性收紧，比特币自然就是第一个被砍的品种。这里呢，我想讲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多人忽略的逻辑：比特币的最大的对手从来就不是以太坊，不是山寨币，也不是美股。比特币的真正的对手是流动性。你可以把整个市场想象成一片大海，流动性就是海平面，海平面上升，流动性扩张，所有的船呢都会浮起来；海平面下降，流动性收紧，所有的船都会搁浅。而比特币就是那艘最先搁浅的船，因为它太轻，波动性太大，
所以呢，这3天整个链条本质上是流动性预期的反转，风险偏好下降 ，ETF 流出，美股下跌，杠杆爆仓，买盘消失。你看到的所有的现象，其实都是被这一条底层的逻辑所牵动的。总结一下，过去3天，比特币之所以从10万跌到8.6万，表面上是因为 ETF 流出，美股的崩盘，杠杆的爆仓，但再往下看，真正的根本性原因只有一个。市场意识到流动性不会变松，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而只要流动性在收紧，所有的高风险的资产都会受到冲击，加密只是跌得最快、最猛的那一个。前面呢，我们已经完整的复盘了过去3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但现在呢，大家心里最想知道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接下来会怎么样？老实说，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短期的价格，但短期的趋势有没有要继续恶化，或者是开始缓解，其实是可以观察的。我自己呢，重点盯着3个信号，这3个信号不用你用技术的分析，不用看复杂的图表，只需要你每天花个10分钟，你就能够判断行情有没有开始转向。第一个信号呢是 ETF 的流入流出，这个是最直接、最干脆、最没有争议的数据，因为 ETF 的买卖背后其实就是机构的态度。判断标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连续2天净流入超过1亿美元，这就说明机构开始回来了。如果继续每天净流出超过3亿美元，卖压还在继续。我平时的做法非常简单，直接使用 Farsight 和 Social Value 这2个网站，它会实时的更新数据，看一眼数字你就知道钱是在进场还是在离场。这个信号呢是最现实、最直接的资金的温度计。第2个信号呢是纳指是否企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美股并不是源头，但它是触发器和放大器。美股稳不稳，直接决定加密能不能够止血。我的判断的标准是，纳指连续3天不创新低，只要它不再创新低，说明市场的恐慌开始得到了控制，风控的模型不再扩大风险的敞口，加密的市场自然就不会继续被拖下去。你不再需要看什么复杂图表，随便一个财经的 app 打开纳斯达克的指数就能够看到，就这么简单。第3个信号呢是 OI 是否止跌， OI 也就是未平仓量。我们前面讲过，它代表市场上还有多少的杠杆仓位。如果 OI 持续的下跌，这个就说明杠杆还在不断的被清算，不断的出血。这个时候任何的反弹都可能只是回光返照。我的判断标准呢其实非常清晰， OI 不再继续的跌，清算可能已经接近了尾声。 OI 回升10%，从410亿涨到了约450亿，杠杆资金开始回流了。 OI 如果跌破了300亿，市场会进入真正的危险区。我看这个数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 CoinGlass 搜索 Bitcoin Futures Open Interest， 每天看一眼数字，你就知道杠杆是收紧还是回流。分析讲完了，现在聊点实际的。这种时候该怎么办？老实说，我不知道底部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转。但我自己呢有3个原则，这段时间我会严格的遵守。第一，不在 ETF 流出期抄底，只要 ETF 还在继续的流出，比如说连续的3天每天流出超过2亿美元，我就不会入场。原因很简单，机构的风控模型还在自动的执行卖出的指令，这个时候进场你接的不是黄金坑，是刀子。等流出停止了，甚至开始转为流入了，再考虑也不迟。第二，这段时间不碰任何杠杆，包括合约、网格，甚至定投加仓，我都会暂停。我会等 OI 回升到至少350亿美元再说。为什么呢？前面讲过了，现在市场正处在链市的强平期， OI 还在410亿左右，比峰值680亿已经跌了40%。任何杠杆在这个阶段都可能被连环的爆破。等杠杆资金开始回流， OI 止跌回升了，再考虑也不迟。第3呢，等3个信号同时出现，再考虑抄底。哪3个呢？ ETF 连续2天净流入超过1亿，纳指连续3天不创新低， OI 回升10%以上，目前呢410亿，回升10%就是450亿左右。为什么要等到3个同时出现呢？因为单独一个信号很可能是假象。 ETF 流入，但美股继续下跌，比特币还是会被拖累的。美股企稳，但 ETF 还在流出，说明机构还没有回来。 OI 回升，但 ETF 还在流出，美股还在跌，可能只是短期的投机盘。只有3个信号同时出现，才说明机构回来了， ETF 在流入，
美股企稳了，纳指止跌，杠杆资金回来了，欧外回升，这个时候才是相对安全的抄底窗口。我会在下期继续的追踪这3个信号，到时候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窗口是不是已经打开了。现在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抓住反弹，而是活下来，保住本金，等确定性更高的机会。好了，以上就是过去这3天里边比特币暴跌背后真正的结构性链条。如果你把今天的这7个章节都听完了，我相信你会发现，市场从来就不是忽然暴跌，市场是一步一步把所有的风险累积到临界点，然后呢一起爆发。ETF 的流出，美股的暴跌，杠杆的清算，买盘的熄火，流动性的反转，这些东西呢看起来是分散的事件，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条条线，最终呢拉成了同一根紧绷的绳子。绳子断开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以为市场突然崩了，但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本来就撑不住了。如果你理解了今天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未来3天，并不是在看比特币会不会涨，而是在看结构会不会继续恶化。你只要盯住这3个信号 ：ETF 的流向、纳指是否稳住、OI 是否止跌回升。这3个信号只要2个同时转好，市场的下跌结构就开始松动了。如果3个信号同时全部转好，那就是非常明确的，真正的抄底的窗口在慢慢的打开了。好的，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用结构、用数据、用机制来解释市场的方式，请点赞、订阅、评论。同时呢，最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助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谢谢，再见。